时间一晃而过，又是一个3万年。此时的滚滚也已经5万岁了，经过昆仑虚的锤炼，更加的稳重，行为处事也出入一个帝君该有的状态了。告别了昆仑虚，又去桃林逗留了些时间，该是时候回到九重天太晨宫，他该接手的地方去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一点滚滚铭记于心。可还有一个人，却是离开时有种难以割舍的复杂缠绕在心里，那边莫非灵了。这3万年里，虽然疯疯癫癫的个性倒是没有见着改变，但是二人的关系确实微妙了起来。滚滚回到九重天上，此时凤九都已经将青丘的女君之位传给了夜华次女天族的公主白舒，现在的太晨宫真的是男主外女主内了。东华处理政务，凤九处理太晨宫内务，琴瑟和鸣，恩爱有加。儿臣拜见父君娘亲。回到太晨宫的滚滚给东华和凤九行了个大礼。快起来吧，回来就好。凤九喜极而泣，毕竟滚滚已经离开九重天，前后算起来已经5万年了。出去的时候是个豆丁大的孩子，现在归来已是翩翩公子一个了，怎么可能不感慨呢？回来了，先休息休息，过几日便随我处理政务吧。东华看着已经长大成人的滚滚，心里莫名的感觉又上来了。是，儿臣遵命。过来，陪娘亲出去走走。东华，我跟旭瑶出去走走，你先忙你的，可好？凤九还是顾及东华的感受的，自然会先询问他。去吧，我去书房，有事要忙。东华点点头。那我们去了。走，旭瑶。凤九牵起滚滚的手，去了太晨宫的花园。凉亭内，凤九和滚滚坐了对面。凤九叹了口气，旭瑶，这5万年里，你可曾怨过父君娘亲？你那么小就把你送出去。滚滚摇摇头，未曾。我为何要埋怨父君和娘亲？而臣知道你们这么做自然有你们的道理。这些年，师父们和师娘都与我说过父君的故事，还有父君和娘亲以前的故事，而臣只觉得成长得太慢，耽误了父君娘亲去四海八荒游历的时间。凤九闻言，只觉得还没有好好的陪他长大，可他却已经如此懂事了。那折颜师傅和墨渊师傅教的你可都学会了？还有你少婉姑姑？滚滚点点头，都记得。师傅说只要勤加练习，他们日后有时间都会过来看我的。还有师娘也回来。那便好，他们会过来看你，也是因为知道你会想他们吧？滚滚笑笑点点头，那个疯丫头也说会过来看我的。哦，疯丫头，谁呀？凤九看着滚滚，似乎有些脸红了些，大概也是知道了，是果果吗？凤九开始明知故问道。滚滚略显窘迫，点点头，是，娘亲不知道，她要是疯起来，还真是一个女孩子的样子都没有，师父师娘都没辙了，师兄们也是无奈。我有时都嫌她烦人，不过她导师也挺讲义气的，还有很有同情心。滚滚或许不自知，他一下子一股脑讲了许多关于果果的事情。凤九只是静静地听着，心里也大概七七八八明白了些什么，毕竟也是都是过来人，有些是不必挑得太明白，自然都是懂得的。只听白滚滚，哥哥你在哪儿啊？我来找你了啦。凤九和滚滚都有些惊讶了，滚滚立即反应过来，娘亲，他怎么来了？我先回旭瑶殿，就说我去跟父君学政务了，不在。说完便跑了。凤九刚想说什么，想了想还是算了，招呼果果道，果果，九姨在这儿，来我这儿。果果看到了凤九，一溜小跑，抱上了凤九的脖子，腻了腻，九姨，我好想你呀。恐怕你想的不只是我吧？凤九笑了笑，是啊，哥哥呢？我还想他呢，他都离开昆仑虚好几日了，我好无聊，就求了爹娘来太晨宫找他玩了。是吗？可昆仑虚不是还有你其他的师兄吗？他们不是都会陪着你吗？凤九故意挑着说道。可他们都没有滚滚哥哥好玩。果果的声音越说越小，好像有些不好意思，脸颊都红了。哦，是吗？你滚滚哥哥怎么好玩啊？你导师讲给我听听，是不是净顾着玩，没有好好练功啊？凤九故意正经地问道。不是，他很认真的。果果连忙摆手道，然后又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滚滚的好。凤九听着听着更加坚定了那种想法，
果然事情真的就是朝着两家人希望的发展的。你滚滚哥哥这么好啊？果果点点头，是啊，所以我很喜欢和他玩。九姨，他去哪儿了呀？我这都来了半日了，不见他来呀？凤九笑笑，你想见他呀？走，九姨带你见他去。他呀，看你来了，害羞了，躲回房间去了。是吗？嘿嘿，我去吓吓他。果果调皮的吐吐舌头，嘿嘿的笑起来，这容貌真是好看极了。旭瑶殿内，滚滚正躺在床榻上，脑子里乱乱的。刚才的确是那个疯丫头来了，自己躲了干嘛呢？不就是她来了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旭瑶，你在吗？娘亲进来了呀。凤九在门外说道，身后的果果正躲着。娘亲，我来开门。滚滚一听自家娘亲来了，快速起身去开了门。没想到的是，门刚打开，看到的是凤九，可从她身后却窜出来了果果，还兴奋地冲上前，抱着滚滚的脖子。滚滚哥哥，我来啦，有没有很惊喜？有没有很意外啊？一旁的凤九看着他们闹着，脸上的笑容更甚。滚滚有些尴尬，你都5万岁了，怎么还这么不稳重？你松开，松开，我娘亲还在呢。果果一听，没有接着闹腾了，但是环着滚滚脖子的手臂倒是也没有放下来，就这么圈着。九姨又不是外人，对吧？再说了，九姨可喜欢我了，才不会怪我呢，对吧？九姨，果果卖乖地说道。是，喜欢，你们先聊着，我去看看，今日果果在，我去给你们做些好吃的。好，谢谢九姨。谢谢娘。凤九又看了看二人，笑着离开了。好啦，我娘亲都走了，你松开，松开。成何体统？滚滚见果果还未松开手，就要上手去扒开他的手了。谁知道力道没有控制好，二人均没有想到，就这么抱着跌落在了地上。二人侧身躺在地上，果果的双臂环绕着滚滚的脖子，暧昧极了。刚好被送衣衫过来的念夏给看到了。念夏见此番场景，赶忙行礼道：少帝君恕罪。念夏这就告退。还未等滚滚反应过来，念夏便放下衣衫跑开了。这下好了，被念夏姑姑看到了，还不知道会说我们什么呢？你快起来，怕什么？左不过说我们情投意合呗，对吧？我不介意。你呀，成日里大大咧咧的，正是愁死人了。滚滚松开了果果的手，扶他起来，挠了挠果果的头，说话的语气也软和了很多，倒是感觉像是回到了昆仑虚的时光。没关系，爹娘说哥哥以后会继承九姨父的位置，我有哥哥罩着，没有人敢说我的，对吧？你呀，该学一学有个女孩子的样子了。不学就不学，反正你会陪我玩的，对不对？滚滚摇摇头，走吧，看看娘亲给我们做了什么好吃的。好，走吧。果果倒是又不避嫌地挽上了滚滚的胳膊，尽管滚滚扒开了好多次，但是扒开了立马又挽上了，最后无奈了，只好任由着这个丫头胡闹了。自此，两个年轻人的故事开始了。直到二人8万岁时，喜结连理，滚滚也继承了东华帝君之位，成为了正式的东华子府续瑶君，居太晨宫。而东华帝君随着凤九回青丘小住了几日后，便失去了踪迹。九重天八卦的摊子，好长一段时间都是关于前任东华子府少阳君和青丘东荒前任女君的故事。有人说他们双双归隐青丘，居于狐狸洞，不再过问四海八荒的政务，除非有大事发生，否则不会出山。也有人说二人回到了少阳君化生的地方碧海苍陵，过着逍遥神仙的日子。还有人说二人又回到了当初定情的药炉，继续悬壶济世，行医救人去了。但是他们去了何处，只有他们知道了。离开九重天的那一日，凤九和东华真的打算敛去俗世，好好的过一过自己的日子。他们真的去了第一次见面的迷踪林，还是那棵树，还是那2个人，只是经过时间的洗礼，身份不同了，心境不同了。你是何人？东华子府少阳君，白凤九的夫君。你又是何人？青丘白凤九，东华子府少阳君的夫人。二人相视一笑，情深意长。东华牵起凤九的手，走吧，该是我对你实现承诺的时候了。什么？带你再走一遍你我来时的路。2个紫色的身影消失在了迷踪林。正文完。小番外，
凤九这些日子处理青丘政务和太晨宫内务，着实有些疲劳，东华看着都有些不忍心了，自然对他也比以前更好了。这不看着凤九手扶额，撑着头闭目养神，便立即坐在了凤九的旁边，温柔地说道：“来，九儿，靠在我的肩头，睡得舒服些。”还是不要了，滚滚在呢，让他看见了多不好。无妨，只是靠着肩头休息一下，又不是干什么。那好吧。凤九动了动身子，靠在了东华的肩头。谁知道一旁玩耍的滚滚见到凤九靠在东华的肩头，迈开了小短腿，噔噔噔地跑到凤九和东华的身边，奶声奶气地说道：“父君娘亲，你们不要打架。”说着还窜到了凤九和东华的中间，滚滚也要打架。接着便一把抱住了凤九和东华的脖子，又重复了一遍：“滚滚也要打架。”东华凤九哭笑不得，小家伙以为他们二人在打架，还得带他一起。